可是他拍的方法就是有一点像一个纪录片，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电影，所以他们没有很多钱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导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uke， 一个台湾摄影师。然后今天我们要讲3部电影，就是我们觉得台湾人一定要看的推荐的电影。对，推荐的电影。因为上次我们是用3部台湾电影介绍给外国人看，所以今天我们是介绍一些西方的电影给台湾人看。因为，所以我先3部，我觉得可能台湾人没听过，真的看过，我都没有听过。所以第一部我想介绍就是叫《超级大玩家》，这个叫 The Player。然后这部导演是 Robert Altman。然后这部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是因为是关于那个电影的那个 like business 电影工业。对，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制作人，他是一个很烂的人，然后他都会就是对别人很不好。然后有一个写作家，对，剧作家。就很生气，因为那个制作人不要给他钱拍他的电影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写很多信给他，就说我要杀你，我觉得我要找你杀你，然后那个制作人就找那个 writer， 然后就其实他杀他，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的 concept 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他会把那个制作人当那个主角，所以他是 the good guy of the movie。可是其实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他其实是不好。然后那个 writer 是 the bad guy of the movie， right？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。他其实 innocent 的，就不一定是好人才能当主角，对，有可能主角是坏人。蛮有趣的耶。对，很有意思。那我这边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那个第一部电影是那个 Good Will Hunting， 心灵捕手。这部电影是我算是很小的时候看的，可是我看了它好几遍，好多我都会一直翻过来看，因为它对我的影响蛮大的。它是讲一个少年的故事。他因为家庭可能爸妈的关系，他有一个很破碎的家庭。可是他很想要学习，所以他去当清洁工的时候，在大学里面当清洁工的时候，却还是一直在偷偷的听他们上课。直到有一天他破解了一道大家都不会、大学生都不会的数学题之后，才被一个教授发现。但是教授想要把他带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却有很多问题，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过去。然后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变好，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在乡下混的一个小孩子，他不觉得他自己可以变成可以往上走，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可以去大学读书。但是那个教授就想办法想要把他抓过来，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天才，他是一个数学天才，所以他就找他的好朋友，就是 Robin Williams 演的一个心理学家，对，去希望把这个小孩救回来。然后中间就过程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，不是只有Matt Damon 就是麦特戴蒙，就是那个主角被拯救，其实那个心理学家也被拯救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有趣，到最后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。然后中间有一些转折，就是像他的一些朋友，其实是很好的巴黎，就是像那个时候是 Ben Affleck 演的。对，他们就是 Ben Affleck 这部是让他们2个变有名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一部 Ben Affleck 演得很好，非常好。对，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应该要的样子，就是虽然我跟你一起混大，可是不代表你就应该要和我一直混在这里，你应该去发展到你可以发展的地方，然后我支持你去发展，我帮你，甚至他帮他做了一台车子，用很破烂的零件装了一台车，让他可以去追他的女朋友，让他可以去离开这里。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是你可以一直重看。我觉得你重看这部电影不会觉得无聊，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就可以一直重看。然后第2部我想介绍就是一个很老的电影，好，叫英文就是 On the Bowery and 中文是鲍尔瑞大街。鲍尔瑞大街就 Bowery 嘛，鲍尔瑞大街就是一个路在纽约，一个路名。对，一个路名字在纽约，在纽约的那个 Manhattan 的南部。
其实有一点靠近那个中国 Chinatown， 对，靠近那边。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，它是一个 fiction， 可是它拍的方法就是有一点像一个纪录片。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电影，所以他们没有很多钱，所以他就是找一个演员，男主角是一个演员，然后他就是代表他是一个没有钱的人，然后他就是去鲍里街找工作。对。然后他去那边，可是他跟他演的都是真的住在那边的人。所以只有他是演员，然后其他的人真的是那边的流浪汉。OK。所以他就是去那边，然后他们就拍他跟这些流浪汉就是讲话，然后一起找工作，然后去喝酒，然后做一些他们真正的生活。所以你看的东西就是他们真正的生活，可是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导演自己想的。真的好酷哦！这样结合记录跟剧情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定要看，是因为它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想法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拍一个电影，而且你可以让那个主角去跟那些流浪汉做一些事情。对，我可以说我去跟他们喝酒，对，找一件事情让他们做，然后他们就会反应。对 ，exactly。很有趣，这真的很有趣。因为那个故事其实没有很 strong， 可是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在那个酒吧。然后他们就会聊天，然后那个导演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，对，所以他们就聊天，然后你看他们就会讲一些很好笑的话，因为他们就是一些流浪汉，就是一群朋友，对啊，然后他们就会喝酒喝醉，然后就可能喝醉然后掉下来什么的，就真的很有意思，好，很棒的电影。对，然后我的话，第二部想要介绍的是《12 Angry Men》12怒汉。它是一部其实很小，也是算很小成本。它整个场景就一个房间，然后里面有12个人在讨论一件案件，他们是陪审团，所以他们要讨论这个小男孩是不是真的有杀人，然后中间就是其实过程不断的从一开始认定他有罪，到后来慢慢有很多的疑点，一点一点的挑出来，才发现说其实那个小男孩可能不是凶手。对我来说，学到很多有关怎么样追求正义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他有罪他就有罪，然后我们不用想太多了。其实你用慢慢一点点思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我们认定的那样子。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他的想法就是你不能就是跟着别人，因为他们说的，对，你要自己用自己的想法。因为一开始只有一个男主角，他先 point out 疑问，但除了他以外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男孩有罪。只有他一个人先提出了一些问题，而且他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有罪，为什么你觉得他可能无罪？但是他坚持了，因为他坚持我们要往进一步去想，所以才最后破解这个问题。如果他没有坚持，他也跟其他人一样，好吧，那他就有罪就好了。那整个事情就没有意思了。所以只是有一点点，只要有一个人有疑点，有一个事情坚持，我们就应该要继续下去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，这个的 philosophy 对我来说算是一种学习跟成长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随便好就好了，可是往往那一个坚持是很重要。OK， 第三部赤裸，英文是 naked， 所以那个中文的意思就是 naked， 就是 naked， 赤裸。所以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Mike Leigh， 然后这部电影的故事就是也是关于一个算是流浪汉的人，可是他是流浪汉，因为他是自己很有想法，所以他不能跟别人合作，他就会一直会想呛别人。然后他的个性其实真的，你看他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所以他就是不会在那些社会，就是他就没办法在社会里面。他就可能就会一直想跟别人吵架，你就会，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这个人，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想呛人的，然后他就给你一个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感觉，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也自己没有什么自信，保护自己，对，他是做这个，因为他想保护自己，然后他是变成 anti-social， 因为他可能真的没办法在 society 里面，然后。所以他就会想让自己觉得他自己是最厉害的。
然后你就是这部电影就是拍他就是在一个晚上就是在London 就是走来走去，就是遇到很多不同的人，然后跟他们讲话。你可以用一方面看，就是说哦对 ，out of the system 这是好的事情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是不好的。我不想跟这个人一样，对，因为他很烂，然后他的生活真的很烂，他没有家。他没有地方住，他一直要就是走来走去去别的地方，然后就是他就会利用别人，因为他需要他们给他一个地方睡什么的。对，他需要别人帮助。所以其实两个部分真的不太好。所以我要分享第3部也是一部老电影，它叫做 M 凶手 M， 它是讲一部就是在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连环杀人魔。他都诱拐小孩，然后把小孩杀掉这样。所以因为事情闹得很大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想要找出这个人是谁。那过程中，其实电影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老电影关系，它前面铺陈了很久，就是怎么样找到这个人，甚至出动了帮派去把他困起来，然后去想要抓到他。那过程中当然因为是老电影又是默片，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刺激。不过真正就有印象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最后一幕，就是当他被抓到，然后放到一个地下室，里面有所有小镇的人都在审问他，就是有点像私人审问，不是正式的法庭，而是一群可能受害者的爸妈，可能当地的人去审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杀害小孩这样子。可是实际上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杀人凶手，他只是有很多疑点，但他是不是真的是凶手其实不知道。那其实这种片你可能就觉得我大快人心，抓到凶手了，然后把它处理掉。可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反而是最后审问的时候有一个律师在旁边，他说不管他的证据再怎么明显，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凶手，我还是要为他辩护。对，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我学到很多，因为从这个法律上的层面来看，他确实需要有这样的程序，即使所有人甚至连律师本身都有点觉得他是凶手，他还是要为他辩护。那这让我学到很多，我觉得这是他的很多的精神价值所在。我觉得可以去思考说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法官还没判定了，就已经判定那个人是罪人，很多媒体什么的就很像这部电影一模一样。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到那个法庭，我们没有到真正的抽丝剥茧去了解过程的话，我们不应该太容易下判别，觉得说他就是凶手，或者他就应该要怎么样。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，就是它是没有声音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很老电影。有时候你看一些很老的电影，你就会觉得镜头就是比较无聊，他们就是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就在演戏，然后就下一个 scene。对。可是这部它就是真的会用很多不同的角度，然后就是比较像一个现代的电影。他的拍法很现代。对，其实这个导演真的很厉害的，他是那个 German Expressionist director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部电影是拍在德国，在那个纳粹的，就是纳粹要出来的那前面。我觉得那个时间在德国，那些电影真的是非常厉害。住在德国那些导演都很厉害，真的。然后他就是有逃跑离开德国去美国，然后他们就影响这个好莱坞的电影的那个发展。对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厉害的，然后他们就是一些艺术家，然后那些纳粹人不太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就是拍的东西就是比较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那个 film history 有意思，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定要看，也是可以 study 的一部电影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推荐的6部。然后如果你喜欢什么电影，你可以就是写一个 comment， 然后你要记得按赞、分享。对啊，拜拜。拜。